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下午好呀！今天是2023年的3月15号，今天的温度呢是8度到24摄氏度，温度很高啊。你们看，这个是我的玉蝶，很多小伙伴都担心这颗玉蝶近况如何，谁知它活得好好的，底下抱了这么多的崽。进入春天以来，院子里面的肉肉，我觉得是喜忧参半，看上去好像是变得漂亮了很多。叶层都长了很多，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你们看一下，特别的茂盛。但是同时带来的呢，其实也有很多的让我不解的地方，也有让我很不爽的地方。就说这些肉肉们现在都是开花的开花，爆崽的爆崽。有很多小伙伴都问我为啥不养大单头了，他们很多人说，我觉得大单头比群生更加的漂亮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像我一样养了2年的大单头以后呢，我估计你们以后也会慢慢的减少大单头的数量。你们看我现在这颗露西娜，这颗露西娜我觉得倒是还挺听话的。前几天底下抱了一颗崽，然后我把底下的崽拿掉以后，它现在又恢复了原来的形状。原来它就是这样的，就是特别周正的一个大单头。然后它抱崽的时候呢，是从这个地方抱了一个崽，对吧？前几天你们看到我把底下的这个崽给拿掉了，它抱了崽以后就长得就不周正，它整个就往那边歪，就是那个崽把它们顶了就往那边歪了。我把崽拿掉了以后，它现在又整个的又回过来了，就还挺好看的。但是像这样听话的大单头还只是少数，绝大多数的大单头都是非常叛逆而不听话的。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为啥我这2年慢慢的减少大单头的数量了。我甚至这2天我觉得我以后不养大单头了，特别是不刻意的高价的收大单头，因为大单头虽然好看，但是它维持不了多久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那些不听话的大单头们。来，我现在带你们来到了我的这一片大单头的区域。这段时间温度大概都在20多度嘛，最高温度，所以我的这些漂亮的大单头也开始有一点点褪色了。你们看这颗外翻祖母绿，我今天要给它剪一个崽，因为这颗外翻祖母绿它的这个旁边抱了一个崽。像这样的崽我们都是比较好处理的，因为它的杆子比较长，而且只有这一个，它没有抱很多，这个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拿掉就行了。然后把它拿掉呢，杆子呢，好了，这个我这样把它拿掉就可以了，把它种在其他地方。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是抱了很多的花剑，还好崽崽只是一个，长杆子的崽崽我们比较好处理，但是我们往往碰到一些杆子很短的崽崽的话，我们是拿它没有办法的。我先带你们来看一下这边你们看到的这些喜欢的大单头，很多都出了问题。这个是一颗金红杂，金红仙子的杂，你们看最近长了很多的叶层，你乍一看觉得它还挺好看的，但是你仔细的一看，你就开始伤心了。你们看这个里面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拍得清楚，看到没？这个里面开始冒芽了吧？这个其实不是花剑，这个就是抱崽了，而且它抱了是很多。当你发现一个大单头啊，它开始有一点分叶层的时候，比如说上面的叶层就是包得很紧，这个底下的叶层开始往下，就是中间这样打开的话，或者是长得歪掉的话，就是往一个方向长的话，那必定就是抱崽了。那这个里面的我就是看到这个叶层上面的往上，下面的往下，那我就知道这个可能出问题了。还有就是它这个崽崽是很难拿出来的，这个崽崽是陷在里面的。然后你再仔细的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它每一层都有崽，它这个是抱的螺旋状的，其实它就是抱了一圈的崽。抱了一圈的崽倒还好，它可以变手捧，就是不知道它抱的是不是很完整的手捧看到没有？这个底下每一层底下都有崽，然后我给你们翻到这个后面，这个后面这个缝里也有崽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拍得清楚，这里看得清吧？看到没？所以说它这个就是抱了很多的崽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个崽给拿出来，让它维持大单头的形状，这个就只能随它去了。它这种抱的是螺旋状的崽的话，其实它也就是相当于手捧。你们不要觉得手捧必须长在同一个叶层一圈，它其实有很多手捧的发生都是这里一个崽，然后这样慢慢斜下去，这样转一圈，它日后都是那种手捧，就是不知道这个手捧长得完不完整，会不会就是满一圈，然后这个就是肯定是大单头不复存在了的。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这颗这颗你们当时觉得很好看的，这个是侧影法兰西玫瑰，这个法兰西玫瑰现在整个是褪色了，你们再仔细的看一下，你们从上面一看的话就会知道它已经抱崽了，因为它现在不周正了，它的叶片有的地方很挤，有的地方很松，往下的叶层拉大的话，那它这个里面必定有崽。
看到没？这个说都不用说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有经验了，看到了吗？底下爆仔了吧？开始分层不周正了，就是开始爆仔了。这个仔爆了多少我还不知道。啊，这个里面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斜的，这样下来的一圈的仔。这个法兰西玫瑰它也是很不听话的，这种仔现在里面你没有办法把它取掉的。有小伙伴说用牙签啊，用什么的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算了，随它去吧。那这里还有仔，就是它现在正在发生，后面仔到底长多少还不知道。反正一到春天，我就感觉像一颗这个是蓄能已久的，就像原子弹一样，它慢慢的，然后突然就爆发了。它其实已经这个蓄谋已久的。这个法兰西玫瑰，你明年也别想看它是大单头了，不复存在。然后你们再看一下这颗你们很喜欢的冬云杂，从顶上看它是很周正的，然后你们从侧面看，有没有觉得它有一点歪？它有一点点歪，那它肯定是有问题的，它朝这边歪的。朝这边歪的话，你再看它这个底下有仔了吧？仔出来了。这个底下这边也有仔。拍不拍得到啊？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，反正这里也有仔，反正有好多的仔，是不是很烦人？这些好看的大单头，它全部都在爆仔。哦哟，你看一下这个后面看的就好清楚了，这个仔这么大了，太讨厌了。那这边倒还好，我刚才就是发现它往那边歪的，那肯定这边有仔顶出来的。不要着急，这个后面还会有的。因为现在刚刚才开始，你看这个叶片全都往上长的，竖的好高，这个下面的叶片有点往下面打开，就是肯定有仔了。这个慢慢的我们养肉时间长了以后都会有经验的，是不是很讨厌啊？这个大单头又没有了。你们再看一下我的这颗天鹅湖28块钱买的，买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底下的仔全都掰掉了，就只留一个头。没多久，你看这个底下的仔爆的这个已经没办法了。这个天鹅湖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，如果你们喜欢大单头的话，这个品种你们就果断的放弃，因为它是不可能维持大单头的，它这个就是易爆仔的品种。包括沙漠之星也是，天鹅湖跟沙漠之星我感觉有很强的就是这种亲缘关系，它们就是长得也很像，颜色也很像，包括它们的习性，这个特别爱爆仔也非常像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大单头的话，这个品种还有沙漠之星就千万不要养。我的沙漠之星所有的单头现在全都变成了好多头的手捧，哎，这个也完蛋了，没戏唱了这个大单头。然后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蓝龙，这个好像倒还好，这个倒还好，这个到现在它还没有爆很多的仔，我还没看到，至少这个品种倒还好。这个也是一个冬云杂叠叶的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蓝龙啊，我的蓝龙简直是不像话。来，小伙伴们，我带你们看看我这颗特别漂亮的蓝龙。这颗蓝龙真的会把我给气死。我前几天捡了一个仔，这个是我前几天把它拿下来的，我只以为它就爆了一个仔，所以把它拿掉了以后，我就如释重负，我感觉我就拯救了这颗。这才过了2天还是3天啊！我今天不看不要紧，一看把我给气死了。早知道我那个仔我就不捡了，它还能变成手捧呢。因为我今天我就是随便一看，我发现这颗蓝龙它爆了一圈手捧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仔在这里，这个仔在这里，螺旋状的。然后前几天我摘掉的那个仔，我早知道我不摘掉了，不摘掉它就变成手捧了。那个仔长得比较大，是长的，好像是从哪个位置我把它抠掉的，我已经不知道了。反正这个里面如果按照那样的趋势的话，这个里面还会爆仔的。哎，我后悔死了。这个仔我要是不拿掉的话，我现在至少看到它上面已经爆了4个侧芽还是几个侧芽了，还有一些小的还在里面蓄势待发。哎呀，我悔死了，真的是悔死了，肠子都悔青了，早知道不拿掉了，气死我了。这个还在开花，真的好气人啊！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该不该把它那个仔给拿掉。哎，不拿掉的话，说不定它那个还是个手捧呢。这个是我的昂斯诺，你看这个昂斯诺的花开的哦。今年的天气好像特别不正常，冬天嘛冷得要死，去年夏天嘛热得要死的，然后现在春天也不像春天，这才3月份，我肉都褪色了，什么鬼天气！哎，气死我了！诶，
你们看我这颗，这个是辣牡丹锦，辣牡丹锦底下也包崽了，这底下包了个小崽。哼哼，像这种东西嘛，你就给我包包崽嘞。大单头你就不要包崽了，行不行啊？真的是好讨厌，一点都不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走，太随心所欲了。呵呵，哎，这个养肉肉其实就是养的一个心情啊，它好我就好，是吧？管它变成什么样的，只要健康的活着，我觉得就是最好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我们只能这样阿 Q 精神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喽。